糖色是我们日常做菜中经常用到的，比如我们的红烧肉、红烧排骨、恩头肉，尤其是夏季最受欢迎的卤菜，都会用到糖色。但是它做起来呢比较麻烦，很多朋友都不会掌握。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糖色的做法。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糖色和大家以往看到的糖色有一点不一样。大家平时炒的糖色都是液体状的，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保存更加方便的固体糖色，要多少取多少，非常的方便。咱们一次可以多做一点，用个半年都没问题。炒糖色可以用白糖炒，也可以用冰糖炒。今天我们这里准备了1斤半的冰糖，白糖炒出来它的颜色会稍微暗一点，冰糖炒出来它的甜度会稍微高一点，但是它更加的红亮，所以我们选择冰糖。先把锅底的水烧干。炒糖色主要有3种炒法，第一种是用油炒，它速度比较快；第二种的话就是水炒，比较适合新手；然后第3种就是水油混合炒。当然，今天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第4种，就是干炒，既不放水也不放油。锅里面烧干之后，把冰糖全部倒进去，用最小火，先把冰糖慢慢的给它炒化。冰糖还没炒化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闲着，盘底给它刷上一层油，等一会儿才能方便糖色脱模。大盆里面再准备一盆清水，把它放进去，方便等一下快速降温。冰糖已经开始融化了，尽量这样子多多的搅拌，避免下面的提前炒糊了。冰糖已经全部炒化了，这个时候记住一定要用最小火，一定。现在我们就不要烤它了，仔细的观察，当这个冰糖开始不断的往上鼓泡儿，不要鼓得很凶啊，就这个样子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它在慢慢的膨胀，就可以关火了，不能炒太久，抓紧时间给它倒出来冷却，不然的话等一会儿就是苦的。因为我们不往里面加水，它还有余温，所以不能像咱们平时炒糖色那样子炒那么老。如果这个像我们平时炒糖色那样，等到冒大泡再倒出来的话，就全部都苦了，糊锅了。其实有冰块的朋友最好是放2块冰块在这个水里面去，这样子降温更快。我一边放了根火腿肠，这个是过期的，我一直把它冻来降温用。如果你不快速降温的话，因为它的余温还有很容易糊，很容易炒出来是苦的。这个水有点热了，先拿出来换一盆水。现在让它自然冷却就可以了。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。这个炒完糖色的锅和勺子比较难洗，我们一定要烧开水洗才能够把它洗好。说老实话，炒糖色看似简单，其实它真的是不简单，需要很多的经验。我不知道大家都学会没有啊？如果没有学会的朋友，一定要反复的观看视频，多看几次，我保证你也能够学会。咱们炒的固体糖色已经凝固了，邦嫩的。刚才我真的是哈了，跑去水去了。我们应该在它快凝固的时候用刀划一下，划成一块一块的。现在凝固了就划不动了，这样子用的时候一块一块的取，就更方便一些。划不动，但是我们也要把它取出来。这就是刷油的好处，划不动就只有用刀敲，敲碎就可以。看到没有？刚刚我偷偷的尝了一点，一点都不苦，刚刚好。这个颜色你不要看它是黑色的哦，放到锅里面一煮，真的是非常的红亮，放到太阳底下一看是透亮的。全部装入保鲜袋里面，再给它扣到冰箱里面冷藏保存，放个大半年它都不会坏。我们随用随取，比如做红烧肉，给它取过1块下来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并且实用。这个就是做一次可以管很久很久。
高压锅里面剩饭我已经热起了。今天晚上没有炒菜，为了教大家怎样炒这个固体糖色，所以我只能吃糖色下饭了。多的就不说了哈，大家一定要把它学会。我是想念，拜拜。今天我们来做一道饭店里面经常吃的菜。首先准备一点这个豌豆粉丝，加入温水给它泡软。第二步，我们来准备上一点这个半肥瘦的猪肉。冻过的，因为要不了多少嘛，就从冰箱里面找了一点，先切一下之后，再把它剁碎。姜葱蒜末再切上一点。再来切上一点性感的葱花，泡好的粉丝我们用剪刀把它剪断，主要是等会儿点吃起来的时候会方便很多。这个干捞粉丝可以用肉末捞，也可以用鸭掌、用虾仁捞。我记得12年前的时候，成都的干捞粉丝就是卖38块钱一份，里面的话就是加了10来个虾仁，反正还很热销，婚宴一般都会点。其实真正的干捞粉丝是一道粤菜哈，我不知道有多少四川的朋友吃过。粉丝在选择的时候，其实最主要的就是选择龙口粉丝，这样做出来它才不会起坨坨，并且不容易断，口感爽滑细腻，非常的好。再来切上一点红色的2金条圈圈，砂锅里面来一点92号的植物油，下入宰好的肉末，用小火先把它炒散。炒散炒香过后，我们加入姜葱蒜末，再来上一勺四川豆瓣儿。豆瓣儿炒香，炒出红油，加入水，再把红椒圈圈也放进去。调味一点盐、生抽酱油、老抽，搅拌均匀过后，加入提前泡好的这个粉丝，用筷子给它不停地翻拌均